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如果没想好怎么说的话，咱们能不能再约一个时间？我后面还约了其他人。那我长话短说，只是不要告诉何塞。他太容易冲动了。明白。刘英美去世的太突然了，他们律所的小孩让我去他的办公室，把他的东西拿回来。我在柜子里发现了这个，全是借条，一共600多万。你说他借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他借这么多钱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罗律师，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请你帮我调查清楚，他为什么借这么多钱，都干了什么？那我得先问您一个问题啊。你问。刘律师去世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在这个期间，有没有人找过你，让你替你丈夫还钱？没有。那借给你丈夫钱的这些人，您都认识吗？他的朋友，我都不怎么认识。只是有一个刘总，在告别的时候来过，但是他也没有说过借钱的事儿。那这样，您就先去找一找这个刘总，先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，好吗？罗律师，我知道我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，但是我真的是有苦衷的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家老爷子铁面无私，给自己树了很多的敌人，所以我现在不能随随便便的去委托一个律师，因为等着看我们家笑话的人太多了。我懂。那首先我得给您批一个醒。只要是真实的，我全接受。我想说的就是，你丈夫的这些债务、这些借款，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知晓，那很可能我要替他偿还。是的。我懂，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了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他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？他借这么多钱都干了什么？好，那这样，这些借条，你还拿回去保存，只需要给我一个借款人的名单就可以了。名字、电话、住址、工作单位。你很专业嘛？这个名单上的人，帮我约一下。每一个吗？每一个。这些都是刘英美的生前好友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去参加了她的告别啊，还替你送了花圈和挽联呢。那你怎么知道每一个都是刘英美的生前好友的？这些人每一个都送了挽联，挽联和借条一样都是实名制的，对吧？您刚才打电话来的时候，刚巧何塞在，所以您以后跟我联系的时候，能不能先给我发个微信？当然，我什么都没跟他说。谢谢。刘景明真的跟你说钱已经还过了？反正肯定不用还了。那他有没有说刘英美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？没有。罗律师，我就是想知道刘英美她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。如果她缺钱的话，她可以跟我说呀，她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？也许是男人嘛，都爱面子，怕跟别人借钱，
被老婆骂，再被老婆问。当然会问的。我是说，如果他缺钱的话，如果目的正当，我一定会给他的。除非目的不正当。人都已经过世了，所以我才想问个明白。是。那行，等有时间，我再好好了解了解。谁？外卖。有什么高兴的事吗？有啊。封印让我来找你，找我干什么？你猜？让我把所有的客户都移交给你。你为什么就不猜封印让我过来请你回去呢？你说有高兴的事儿，我回律所对你来说是灾难。讨不讨厌呀你？一直这么讨厌。别废话。我没记错，咱俩当时在弄同一个案子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记错了，是在你姐姐婚礼的时候喝的这酒。是在我姐姐婚礼上吗？那我怎么不记得呢？你喝醉了，你当时还跟我们说你替你姐起草了一个特别牛的婚前协议。无论是什么事儿，无论是什么理由，不管是谁提出的，所有的财产，不管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，都归何必所有。而且刘英美签了，他看都没看他就签了。哎，我姐找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以为我喝点酒就会告诉你？你回忆一下，你跟我喝酒，你占过上风吗？哎呦，我跟你喝酒，我不是为了占上风，这不因为咱俩感情好吗？对，你还是放下吧啊！哪次你喝多了，不都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？不是，那我给你写一保证书，行不行？咱们俩喝酒，不管我出什么事儿，都跟你没关系。你都喝出事儿了，保证书还有个屁用？不是，那你告诉我啊，我姐到底为什么找你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你不告诉我，可就喝酒了，我可就照着往医院走喝酒了。啊，行，你赢了，你这招还真挺吓人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刘英美她有小三儿了？没有。那到底因为什么呀？你不说我就喝了啊！好，你坐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答应。如果我说了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行，啊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只要不违法。但不能是什么穿着裙子上班之类的事儿啊。哎，这主意不错。什么？如果你反悔没有做到，你就穿着。刘英美想跟我姐离婚，但是她当时呢，她跟我签了这个婚前协议了。她怕她净身出户，她想弄一笔钱出去，所以她就让她的朋友给她写了一个借条。我真是佩服你的推断力，加10分。他的计划就是，他先跟我姐姐说他要离婚，是因为他在外边欠了很多的钱，我姐姐呢肯定是不想跟他离，那就会帮着他一起还钱。这么着他就把一笔钱给倒腾出去，然后他隔一段时间倒一次，隔一段时间倒一次，一直倒到我姐姐忍无可忍了，跟他离婚了，他这计划就算实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刘英美，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她不是一老实人，她当初刚跟我姐好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呢？他死得太突然，没来得及。借条可是有年头。那就是说，有年头以前他就想了跟我姐姐离婚，但是呢，他忌惮于我会跟他死磕，所以他没敢。你认识刘景明吗？刘景明，我姐最烦他了，他就是一渣男。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。董永一贫如洗，却偏偏爱上了天庭的七仙女。可是七仙女的天庭亲戚们呢，都不信任他，尤其是这个七仙女的亲弟弟，逼着他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婚前协议。董永以为签了这份协议就好，就可以得到尊重了。可事与愿违，不但没得到尊重，反而被人更看不起了。人们还说，他为了攀龙附凤，居然签了这么一份没有尊严的协议。
不，他自己可是认字的啊，我们没有拿着枪逼着他脑袋。一个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生活久了，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。所以他就伪造了这些欠条啊。事实是，他没有伪造欠条，是刘敬明给他写的欠条。只不过他一直犹豫再三，没有启用。这就是你姐一直问我，刘英美为什么借了那么多钱，我始终没有办法回答她的原因。就如实的跟他说，你姐会恨你的，她也会恨她自己。他就应该恨他自己，所托非人。我不这么认为，真的。所以何塞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，咱们两个共同把这故事编圆。我跟你一起啊！你想让我跟我姐姐说是我欠了这些钱，刘英美是帮我跟别人借的钱？没错。你姐姐知道你好面子，要面子。你官司打输了，被客户索赔，你又不好意思声张，所以不是你这太过分了吧？你让我跟你一起骗我姐姐，以此来表达你对刘英美的歉意。我为什么对她有歉意？因为你从来没有信任过她。她就不值得别人信任她爱你姐姐，她想过跟我姐离婚，她没有离，她只是想，充其量就是想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管多么幸福的婚姻，在漫长的生活当中，总有这么1到2次想要离婚的念头。你说错了啊！原文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，一生当中也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想法。这是温格朱莉写的《幸福婚姻法则》。我知道你读书多，但没想到这种书你也读。那怎么了？我不能读吗？能读，当然能读。所以，咱们就这么说好了。我就跟你姐说，刘英美借了钱是为了你，这不是事实，我不会承认的。你答应我。但是我不能说谎嘛，我不能跟我姐姐说谎嘛。我从小就跟我姐姐有这个约定，这是我的底线。那你就穿裙子上班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我就把这视频发到快手上去，那我就告你侵权，那我就道歉，反正别人已经看到了。那你就太臭流氓了吧？臭流氓也要穿裙子上班。给我！哎呀，天，我就不。